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专做趋势盘，只赚轻松钱的频道。上一集我们说到贝莱德如何打造出自己的金融帝国，并默默掌控了全世界。讲到基金公司，在贝莱德称王之前，有另一个霸主的存在，尤其是其中一档基金，年平均报酬率29%，同期标普500的涨幅平均仅14%。套句我们最爱讲的判断标准，是远胜大盘的绩效。巴菲特号称20%的年化报酬率，这档基金就占据了16.3%的回报率。也因为这档基金背后的操盘经理人被冠上了全球最佳基金经理人的名号，他就是彼得林区，富达投资公司麦哲伦基金的经理人。在他管理的13年间，管理的资产由2000万美元成长至140亿美元，基金投资人超过100万人。我们常说，全体人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前进的，不只是科学家如此，投资者更是如此。有些人很爱说那些成功的投资策略只适用于那个时代，巴菲特、林区这些人早就不行了，他们的方法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适用。被比自己弱的人批评说不行、不强、不好用的心情，我想大家都体会过。先不说已经有相关的论文研究指出，彼得林区的选股策略套用在台湾股市的绩效同样胜于大盘。K 线从江户时代开始用，我们现在还不是用得很开心。道氏理论在1900到1902年间写成，艾略特在1938年提出波浪理论。难道这些东西到现在就真的不管用了吗？不是吧，我们不只会学，还会把那些东西加入现代的技术，融合到我们的盘面上。就像我自己投入心血研发出的超直觉波段软体，让我可以透过彩色 K 棒的变化，看出短、中、长期筹码动向。还有神奇阶梯可以看出主力成本的变化。当你的看法与主力的布局一致，那你不就可以安心的离开荧幕了吗？去旅游、去谈恋爱、去做爱做的事，过几天再跟着主力下车就行了。如果你想跟着神奇阶梯走出这片森林，点下面第一个连结带你去探索。短线的投资人，操盘会占据你生命的大半，而波段投资人，操盘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市场上这么多好用的工具跟概念、理论、策略来协助你增加一份稳定的投资收入，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韭菜？其实韭菜们之所以欠歌，也就是懒，不想学，懒得认真去了解，希望躺在家费就有钱入账，希望有人直接给你答案，亲朋好友讲了你就信，新闻媒体报了你就信，而你什么都不用付出就得到钱，这样最好，是吧？即使你亲眼看过别人被当韭菜割，你也还是会脑冲。懒没关系，我也是懒得盯盘，所以特地研究出可以跟上趋势盘的波段策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波段交易，可以参考资讯栏里的连结。而这个频道是专门为了愿意学习进步、迈向财富自由的同学们所设立的。我将会慢慢为大家整理这些投资大师的投资观念，让你们能够梳理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观念。投资并不需要什么都要会，内容很多，能找到一个适合你用的观念就值了。只要你们持续关注我的影片，我相信你会一直成长进步。为此，在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订阅，一定要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彼得林区原本出生在优渥的家庭，但10岁时父亲因癌症过世，家里陷入困境，他只能去当高尔夫球童来补贴家用，但这也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大家都知道，小白球是属于富人们的游戏，于是彼得林区从小就听着那些富人谈论股票、公司，很快的就发现了财富必须透过这种聪明的方式来获取。在高尔夫球场，他还认识了富达总裁，成为他日后进入富达公司的契机。那些有钱人在高尔夫球场里挥上一杆的时间，就赚得比他在整个球场上奔波一天还要来得多。此时，他的思维就产生了异变，由穷人思维耳濡目染成了富人思维。不过，这种程度的领悟，现代哪个人没有呢？用钱滚钱，大家都会说，为什么只出了一个彼得林区？差异在于是否采取行动以及行动的品质。彼得林区是个很浪漫的人，他曾比喻股票跟他之间就像恋爱关系。自从在高尔夫球场与股票初相遇的那刻起，彼得林区就一直抱着热恋的心情去付出时间跟精力，在钻研公司，专注于找出会赚钱的股票。人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透过在有钱人周遭打转的沉浸式学习，彼得林区提升了对于财富的认识。他也不只是学会做白日梦，而是会去记忆那些大人言谈之中的名牌。
然后追踪股票的表现，发现走势真的如他们所预期，他才知道人是真的可以靠投资发家致富，而且不管多么勤奋工作，真正的财富还是只能借由投资来获取。那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正确的地方呢？大人们的言谈，同时也让彼得林区学习到如何去判断一只好的股票，并整理出精华来帮助自己做交易，还写了3本书来造福社会。光版税收入就足以让他在巅峰时期可以果断退休。而正在看这部影片的你们更是有福了，我将会把3本书的内容浓缩成精华。如果你们想一次看完彼得林区穷其一生钻研出的重要法则，一定要好好把这部影片看完。喜欢的话帮我按个赞，这样影片也会储存在你的播放清单里，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复习。如果你是个初进股票市场的散户投资人，通常都是在声势大好的时候入场，这时候就很容易落入甜蜜的陷阱。有在追踪我的人就会知道，我常常说，你的认知程度如果能让你找得出你亏损的原因，那当初你就不会错了。你应该分析偶然赚钱的原因，跟记录成功的过程，并让它重复发生，接着重复做正确的事，并从多次的成功经验中建立 SOP， 让偶然赚钱的交易变成再也不是偶然。你可以扪心自问，这几单赚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是单纯因为现在盘势就是大好，遇到随便买随便都躺赚的大行情，那你很有潜力，值得栽培。最忌讳的就是你把运气好归因成自己真的很厉害，很懂投资，以为自己很专业，根本股神，得意忘形到每笔都重压满仓的时候，通常就到割韭菜的时候了。所以新手最重要的就是稳住心态，现在赚钱不等于未来不会吐回去，能笑着活到最后的人才是真的赢家。那如果你还没加入一起学习的行列，也可以参考彼得林区专门讲给新手投资人的几个观念。第一，散户其实具有优势。彼得林区曾说，基金经理人的问题在于，比起选择可能会大赚的不知名小公司，他们宁愿选择会小赔的大型知名企业。除了必须向公司投资人解释每笔投资的原因，也因为法规有规定基金对于单一公司的持股比例，导致大型基金无法买入有成长潜力的小公司。世界上很多爱下散户的人，无非就是希望你放弃自己研究，直接把资产交给机构来管理。但我们要知道，大户有大户的玩法，散户也不只是韭菜农场。在被动管理基金当道的现在，散户的资金具备更大的自由度，无需向任何人交代，也有更多玩法，可以专注在找出合适标的。只要能够做到第二点，买你知道的东西，根本不需要跟着自己吓自己。他曾经说，投资人的命运不是取决于股票市场或个别上市公司，而是取决于投资人本身。假设你今天是在商场里买东西，有个人突然想卖你从没听过的新产品，讲一大堆你完全听不懂的术语，听完介绍你会买吗？如果不会的话，为什么放到股票市场里又可以买了？如果你没办法在2分钟内对一个10岁的孩子解释为什么你拥有一只股票，你就不应该拥有它。第三，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投资。买家电前，你都知道要比价，要研究品牌，而不是听隔壁邻居买哪台就跟着买台。冰箱买错，顶多就是生活比较不方便，或多个几百块电费。投资上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整个身家都一去不回头。千万要记住，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为你的财富负责。阻挡你成功的永远都是你自己。自己不愿意研究，不愿意学习，那就只能让股市教你一课。至于要缴多少学费，那就看你想要多磨痛的领悟了。第四，专注于公司的基本面。回到股票的本质，本来就是公司表现会带动股价，并没有这么复杂。彼得林区跟股票谈恋爱的方式，就是写下一封又一封的情书，也就是投资笔记。他对于自己有兴趣的公司，会在经历缜密调研后详细记录下来，时不时提醒自己，这间公司是否仍然值得投资，或是曾经有兴趣的股票，现在股价是否值得进场。关于他在筛选公司使用的量化指标，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里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五，不要试图预测市场。以及第六，暴跌是好事。纵观整个景气的循环，起起落落本来就很正常，是市场机制正在健康运作。虽然完美预测每个起落点是不可能的，但顺势而为是每个投资人都应该做到的基本功。对投资标的有信心，就不需要因为暴跌而惊慌，反而应该高兴有更好的进场点。第七，你有很多时间。做好功课再上路，即便做好了仓位管理，钱投进水里的感觉还是不好受。手上没有几招功夫，就不要出来吓人了。想学啊你？
我教你，有在跟着我学习的同学都知道，我总是千叮咛万交代，教学多复习几次，有把握才出手，停损保利超重要。第8，善用你的个人优势，这与他的生活投资学相辅相成。他总是在生活中仔细观察自己能够理解的产业，就像情圣一样，走在路上都在打量他的潜在情人。陪老婆小孩逛街时，老婆小孩买产品，他买股票。哪个品牌有人潮，他就研究哪家公司。本业不是投资的大家，甚至拥有比彼得林区还要好的起跑点。你们在产业里打滚的时间都将化为实质的理解，帮助你们去选出产业内真正有潜力的公司，也更明了整个产业的发展进程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热门股出现的蓝海。彼得林区善用故事来理解股市，他把公司类型归纳成6种故事，每种都有自己的成长曲线与优缺点。投资人可以视股票特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第1种是缓慢成长股，定义是 EPS 成长率2%至4%，通常为市值高的大公司，但因为主要营运的产品通常在市场上已经饱和的缘故，很难在股价上有成长。通常会透过固定配息来吸引投资人，适合追求低风险低报酬的你。持有过程中需要检查是否有持续发放股利并调高，股利占本益比是否过高。当股价因实时上涨30%至50%，就是卖出的好时机。若是战略连2年下滑，缩减研究经费，并购与本业无关的公司，殖利率过低等等不良要素出现，也需要赶紧脱手。第2种是稳定成长股 ，EPS 成长率约落在10%至12%，与缓慢成长股同属于大公司，但具有更强的获利能力。同样是在股价上涨30%至50%时卖出，再找寻下一只还没上涨的稳定成长股。这种类型的股票需要加强注意本益比部分，如果比同产业其他公司高出太多，就是逃跑讯号出现。第3种快速成长股属于高风险高报酬的分类 ，EPS 成长率20%至25%，本益比通常较高，但只要保持稳定而非突然大涨就好。这种公司一定要仔细查看资产负债表，确保公司财务健全，并且能持续创造高额利润。有趣的是，林区认为，当太多分析师在关注某只快速成长股，一直吹捧其表现，且机构持有60%以上股份时，就是准备割韭菜了。韭菜们还不快逃！第4种是景气循环股，又称为周期性股票，就是那种你打开 K 线图，就像在看潮汐一样，在涨跌之间规律循环的股票。道理很简单，当景气正好，人们愿意消费时，非必需品的销量就会比较好。典型的例子有汽车、航空业等。另外，也有随着原物料价格，如原油、金属等波动的股票。这种股票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你没有身处那些特定产业的话，最难判断买卖时机的类型。彼得林区就说过，在所有股票类型中，景气循环股最常被误解，很多不够谨慎的投资人就是栽在这种他们自认为很安全的股票上。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这种股票所在的产业类型，欢迎来私讯我分享你对于循环周期的见解。第5种转机股，通常是公司遇到重大困境而导致股价重创，但又还有死灰复燃的机会。若负债权益比有逐步降低，公司有具体计划要来扭转情势，这也许是他们将要起死回生的讯号。不过，这种标的可遇不可求，属于高风险高报酬，且需要一定程度的分析能力。最后则是资产股，指的是具有大量隐藏资产的公司，通常可能是拥有土地、不动产或证券、专利等难以估值的资产，且必须要是低估价值的状态。当资产变现时，就可以为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获利。虽然低风险高报酬，但同样属于可遇不可求且需要分析能力的类型。每一间公司的故事类型都可能随着时间而有所转变，不同属性的投资人也需要去追求不同类型的股票，最好可以在自己的投资组合里进行调配，才能兼顾风险管理与获利。其实今天，不管你是老板、创业家、上班族、家庭主妇，不管交易什么商品，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时间去研究各种交易商品的基本面，而我也宁可打游戏追剧也不想去研究，因为任何商品要发动大趋势、喷出大涨的条件，说穿了就是需要大量资金流入。在大行情发动之前，都能从 K 线图中看到许多大户进场的痕迹，所以我们只需要减少出手频率，把时间与精神花在寻找大机会，一次赚多一点。这种模式的满足感跟成就感，不是每天赚菜钱可以比拟的。当然，大行情不会每天有，我更推崇挖掘大行情发动前的征兆，
进场就无脑爆大波段，认真赚一趟，别人可能要短冲几十趟。彼得林区曾说自己绝不投资以下5种股票：一、最热门产业中最热门的股票。一旦市场中出现许多不理智的炒作，但公司基本面根本不足以支撑股价，这种时候你还要去追高，那我也只能问你一声：山顶的风景还好吗？近期的 ETF 之乱难道不是如此吗？像 LinePay 也是好一间公司，新贵那天被哄抬价格，结果搞到变成破发，多少人买了才发现不能当冲，就此高挂山头。当然，这个策略还是有其缺陷存在，让彼得林区错过了像苹果以及辉达这样热门的绩优股。二、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经营听起来像是好事，但彼得林区很讨厌无谓的多元化，无论是在企业或是个人的投资组合。当公司毫无意义地扩张自己业务到不熟悉的领域，或并购与本业无关的公司时，多元化通常会变成多产化而拖垮财务表现。三、口耳相传或被吹捧为下一个叉叉叉的公司。再强调一次，只有你能够为自己的财富负责，无论别人跟你说什么，只有自己研究过才是真的。报表不会骗你， K 线图也不会骗你，看不懂怎么办？一样，我可以教你。四、过于依赖单一大客户的供应商股票。彼得林区说，如果一家公司把25%至50%的商品都卖给了同一个客户，这表明该公司的经营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除了需要担心失去大客户带来的损失，也会因为大客户具备谈判优势，需要配合削价或提供优惠等等，公司的自主性较低，没什么发展空间。五、名字花俏的公司。彼得林区认为，透过公司名称来作为噱头吸引投资人，只会引来股价哄抬，投资人鸟兽散之后，股价就会一泻千里。如果名字平庸，还可以因为良好的表现获得投资人青睐，才是真正的好股票。在评估股票价值时，彼得林区最重视一间公司的资产评估以及盈利能力评估，具体使用的量化指标有：一、负债比例小于等于25%；二、现金即约当现金，减长期负债大于0；三、股价除以每股自由现金流量小于10；四、存货成长率除以营收成长率小于1；五、长期盈余成长率加股息率除以本益比大于等于2；六、长期负债除以股东权益约30%左右，正在高度成长的公司可超过；七、每股净值乘以权益报酬率除以10，若低于目前股价，则代表目前股票价格低于价值。彼得林区属于基本面分析的大师，专注在看财报，找出好公司并长期持股。我自己走的则是专业的技术分析，专注于需求与供给呈现出的价格关系。无论你想走哪个派系，只要适合自己，愿意投入学习与研究才是最重要的。下定决心投资自己的脑袋，或是帮自己买个好用的辅助工具，不再随波逐流，才能跳出韭菜农场圈，利用彩色 K 线辅助你，借力使力挖掘大波段的机会。只要你是我 YouTube 频道的追踪者，我们就是有一面之缘的情分在。送你一个见面礼，在描述栏的第一个连结，免费试用超直觉软体。若想解锁进阶功能，可以询问小帮手。持续锁定这个频道，你也将会持续获得各种方面关于投资的知识。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布丁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